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现在就能跳上一艘宇宙飞船，1秒钟穿越几十光年，去拜访遥远星系的外星邻居，那会是什么样的画面？等等，1秒钟几十光年，这听起来像科幻片里的情节吧？毕竟，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，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东西，没有人，没有飞船，没有任何物质能超越它。但问题来了，光速真的是宇宙的极限吗？还是说，我们只是还没发现宇宙的后门？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一个神秘又让人热血沸腾的话题：穿越虫洞，星际旅行，也许真的可能发生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这个光速上限是怎么回事。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，质量越大的东西，想要移动得越快，就需要更多的能量。而当你越接近光速，所需的能量就趋近于无限。也就是说，想让一艘飞船跑得比光还快，得先准备一整个宇宙的能量。听起来像在开玩笑，对吧？所以在目前我们的物理框架中，超光速等于不可能。但是，宇宙从来都不怕打破规则。这时候，虫洞这个概念就像 bug 一样出现了。虫洞的英文叫 wormhole， 原意是，如果你是条小虫，要从苹果的一端爬到另一端，最短的路径不是绕着表皮慢慢爬，而是直接钻个洞穿过去。在宇宙中，一样的道理也成立。想从银河系的这一端跑到几亿光年外的星系，与其傻傻的在空间中直线飞行，不如直接在时空中钻个洞。没错，虫洞其实就是一种时空捷径，理论上可以让你瞬间跳到宇宙的另一头。那虫洞是怎么来的？这就得请出爱因斯坦与另一位数学家罗森。他们在1935年提出了一个理论，叫做爱因斯坦罗森桥。简单说，它是一种连接宇宙2个遥远地点的隧道结构。想象一下，把一张纸对折，2个原本遥远的点突然就碰在了一起，而虫洞就是穿过这个折叠的通道。所以从 A 点到 B 点不再是花几万年穿越宇宙，而是像跳舞机一样，啪一下就到了，酷吧？但问题来了，这种东西是理论上的幻想，还是宇宙真实存在的秘密？理论物理学家告诉我们，虫洞不是童话故事。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，的确存在可以容纳虫洞的解答，也就是说，虫洞数学上可行，甚至有些黑洞也被猜测可能是虫洞的一端。不过，可行不代表稳定，自然形成的虫洞极不稳定，一开启就会瞬间崩塌。想让它稳定开启，还需要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——负能量。负能量不是坏情绪那种哦，而是一种违反直觉的量子现象。目前只有在实验室里的某些量子场里，才看到一点点蛛丝马迹。换句话说，虫洞是有理论依据的，但要实际打造，我们的科技还差108000光年。但别急，事情还没这么悲观。物理学家 Miguel Alcubierre 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概念——曲速引擎。你没听错，这东西就像《星舰迷航记》里的那个 Warp Drive， 它不是让飞船超光速移动，而是让时空自己动起来。就像冲浪一样，不是你划船划得快，而是踩着海浪前进。如果能让空间在你后面膨胀，在你前面收缩，那么你就能在不违反光速限制的情况下，实现超光速效果。听起来又疯又帅，对吧？目前它还是理论，但比虫洞更稳定一点，至少不用穿越回它的通道。不过嘛，还是需要大量负能量，这个老问题依然没解。说到这里，有人会问，这些理论看起来都很美，但人类真的有机会用上吗？也许几百年内还不行，甚至永远也做不到。但别忘了，几百年前人类连电都不懂，几千年前我们还在抬头看星星许愿，完全不知道它们是太阳那样的火球。每一个科技奇迹最初都是疯子的梦想。虫洞也好，曲速引擎也罢，也许就躲在宇宙某个角落，等着我们发现它们的规律。又或者它们根本早就被某些高等文明用上了，而我们才刚刚学会怎么拼出物理学这个拼图的边框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，
如果有一天你面前出现一个虫洞的入口，通往一个陌生又遥远的星系，你会不会踏进去？那里也许有危险，也许有奇迹，也许你再也回不来，但也可能那就是未来人类的希望之门。这个选择你会怎么做？我们下次继续用好奇心打开宇宙的神秘之门。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咱们星际见。